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呢，我看到了 Oracle 的裁员新闻，但这个呢，它不是什么骗人的新闻。甲骨文在3月的最后一天，31号的凌晨，向内部的员工群发了邮件，宣布启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裁员。多名员工收到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在认真评估甲骨文当前业务需求以后，我们决定取消您的岗位。今天是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是那个收到裁员邮件的员工，你当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昨天我还在跟公司高层开会，高谈阔论，展示业务的前景，展示增长的潜力。今天呢，就得卷铺盖卷走人了，甚至连门禁卡可能都失效了。不懂行的人呢，可能会认为这一定是甲骨文公司出了什么问题，财务危机、经营问题，或者又是因为什么 AI 公司又造出了什么特别牛的工具，直接干掉了他的一块大的业务，所以才会大规模的裁人。但讽刺的是，甲骨文在宣布裁员的同时，又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上季度的净利润增长了 95%。也就是说，一家还盈利的公司因为支出的问题要砍掉3万人。什么原因呢？为什么 AI 越火，很多的基础设施的公司反而越焦虑？为什么有些岗位看起来离 AI 很近，实际上呢却离价值的核心越来越远？这个话题呢，对我来说不是站在外面随便去给他评论，因为我自己就在 AWS 工作过，我知道这些公司是怎么运作的。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一个 AI 工具的重度使用者，我能深刻的感受到 AI 一方面它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它可以干很多以前你干不了的事儿，工作效率呢大幅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感觉到它的确是很危险，它的确动了相当大一部分人的饭碗。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过去很重要的工作今天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危险了。今天的这种公司明明在大幅盈利，但又要大幅裁员的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你是一个高科技的从业者，下一步你主要关注哪些方向？要理解 AI 对今天工作的冲击呢，我想先讲讲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我在 AWS 工作过，所以我很清楚，很多看起来很核心、很高级的岗位，其实正在一步一步变成 AI 最容易接管的工作。如果我当时不走，我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位置，今天呢很有可能会被 AI 所取代，我的名字也很可能会出现在2026年的 AWS 的裁员名单里边。当初呢，加入亚马逊 AWS 首要的原因是它的年薪还不差，有 base 的 salary， 有股票期权，有 on-board award， 加起来七七八八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另外呢，还有搬家费、交通补贴费、保险等等。我还没开始工作呢，亚马逊就已经开始往我的卡里打了1万多刀。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亚马逊这家公司 AWS 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云服务提供商。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也很好奇，非常想知道这样的一家公司的基础架构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真正先进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它的系统的规模到底能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在外面看的时候，总会觉得 AWS 像一个特别大的黑盒子，你知道它很强，但你不知道它到底强在哪里。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想进去看一看这套系统内部到底是怎么跑起来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现在回头看一看，觉得有点好笑，因为在某种的程度上，我被 AWS 的广告给忽悠了。比如说这个 I'm a network development engineer at Amazon Web Services. I moved to Dublin 6 years ago. It wasn't easy to leave my family and friends behind. I had to start anew in a country where I didn't know anybody. 这个广告当时让我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期，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加入 AWS 以后的生活应该就是这样的，可以世界到处飞，站在高科技的最前沿，做世界级的事情，接触最先进的系统，同时呢也能像视频里边的那个美女一样，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的生活，你想放松就去山野里边去跑步，想工作的时候就高强度的工作，你会有很好的 work-life 的 balance。但真正进去以后，我才发现现实和预想的大不一样。它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做 on call， 这个东西呢，在面试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on call 呢，简单来说就是值班。team 里边有7个人要轮着值班，每个人有1周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可以用来做项目提 proposal 等等等等。因为还要 backup， 所以基本上每5周你就需要有1周的时间在值班。但 AWS on call 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值班。首先呢， AWS 的 leadership 的 principle 第1条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 也就是以客户为中心。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一旦客户业务出了问题，就要不计代价的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所以当你值班的时候，压力不是说有问题你可以慢慢去看，而是只要出事儿，你就必须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在我值班的8个小时里边，我要一个人负责全球的某一个 layer 的所有的设备，几十万台。在值班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队友叫做 shadow， 你的影子。但他呢，其实只是一个 backup， 只是负责普通的 low priority 的 case， 真正的高优先级的可能影响客户的大问题，第一责任人还是你。手机里边呢，装着一个专门的告警软件，值班的时候这个软件你就必须得一直开着，一旦故障来了，手机就会震动报警。而当那个声音一响起来，人的整个神经都会立刻绷起来，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次故障到底有多大。它有可能只是某个本地的数据中心出了问题，也有可能呢影响的是某一个国家，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是几个大洲互联互通的业务。所以故障一来，第一件事是立刻判断这个问题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它是局部的问题还是系统性的事故。现在最优先的你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最快的解决问题？如果只是一个小问题那还好，但一旦你碰上了一个大事故，你就必须马上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往往就在你刚开始专心致志的排查问题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有人会要求你立刻加入一个电话会议，这个会议通常是 Incident Manager 或者是项目经理发起的。只要你被拉进去了，你就基本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小问题了，这个很可能已经是一个影响范围非常大的事故。在这个电话会议里边呢，负责管理事故的人会不断的追问所有的相关团队发生什么事情了，定位到哪儿了，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下一步准备怎么干。这个时候呢，你会意识到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排查，其他相关部门的 on call 也全都被给拉到这个群里边了，每个人都在查，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什么原因，一开始谁也都不知道。于是呢，你会进入一种非常撕裂的状态，一边你要专心致志的去做你的 troubleshooting 去查问题，另外一边呢，你要挂在电话会议上随时的汇报进展。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Slack 上又开始有人来ping你了， Manager 的 channel 开始来问你现在什么情况，进展到哪一步了，这个是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部门的问题。如果30分钟过去了，问题还没有解决，更高层的人也会进来， Director Channel 开始通过 Slack 来找你，对客户的影响有多大，现在卡在哪儿了，我该如何向客户来解释。你一边要解释，一边要继续查你的问题。就在你向 Director 报告在 Slack 里边敲字的时候，手机里的报警又响起来了，又来了一个新的其他的故障。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离崩溃不远了，因为你不只是在解决一个问题，你是在同时处理好几层的压力，排查故障，应付事故会议，回答 Senior Manager 的追问，向 Director 汇报当前的状态。而且呢，系统还可能在这个时候报警出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一下子给分身了，被同时扔进好几个战场里边。我第一次on call的时候忙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忘了吃午饭，忘了喝水，
早上8点上岗，感觉一眨眼就到了下午5点，跟都柏林那边交接完班以后，人立刻就瘫下来了。因为整整一天的时间，你的精神状态都处在一种高度压缩、高度紧绷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别的。那一刻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活真不是人干。AWS 给我开的工资一点都不贵，甚至都应该 double， 都应该 triple， 因为这种工作对人的精神的消耗真的是太大了。另外呢，我感觉自己当时特别像工厂里边流水线上的工人。Really fantastic. Really fantastic. 在刚才朱贝林电影里边的那个场景，你会发现过去的工人现在呢已经被一些现代化的机器所取代。而我刚刚描述的这一整套工作的场景，其实呢正是 AI 最擅长接管的那一类工作。这类工作的本质呢，并不是在打造一个全新的产品，也不是在做一个不可复制的创新。很多的故障其实过去都发生过，它的处理路径内部的 knowledge base 里边早就已经有了记录。大多数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更有经验，谁更 creative， 而是谁反应更快，谁能更快的从知识库里边找到线索，更快的定位问题。而一旦你有了完整的知识库，足够多的历史事故记录，有了标准化的判断逻辑，那 AI 完全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边检索、对比、推理、定位问题。而且在很多的场景里边，它的速度会比人快得多得多，覆盖面也会更广，甚至准确率也会更高。所以后来我离开 AWS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多次的 on call 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能够同时监控几十万台设备，自动的去查知识库，自动的显示告警，那我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岗位还值多少钱？后来我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假设 ，Oracle、亚马逊、微软正在用财报来回答这个问题。你现在不走，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的。结果呢，到了现在2026年的4月，我听一些还在亚马逊内部的同事说，他们依然在卷，只不过卷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以前卷的是反应速度、故障的处理能力，现在呢开始卷的是谁用了更多的 token。简单来说呢， token 就是一个 AI 理解和生成的每一个语言碎片。你问 AI 一个问题，消耗 token，AI 给你答案也生成 token。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一个货币。Manager 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甚至会看你这一周、这一个月到底用了多少的 AI token， 用的少了就说明你没干活，就有被 lay off 的风险。内部群里边正在转发一个 X 的帖子，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尤其是那句被毕业的同事其实呢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被蒸馏成了 token， 换成另外一种形式陪伴你。你的前同事被做成了香料。还有一句更狠的，消失的同事以 scale 的形式永生永世为公司打工。很多人看到这种话呢，瞬间就破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它不是玩笑，它说中的恰恰就是很多公司正在发生的现实。谈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本来就在云计算大厂、基础设施 AI 相关的链条上，为什么他们还会更加焦虑？为什么亚马逊、微软、Oracle 这类的公司一边在重金的压住 AI， 一边还在裁员？按理说 AI 越火，基础设施越来越重要，他们应该越需要更多的人。但问题在于 AI 的这一轮和过去很多软件周期不一样。过去的软件公司的扩张主要增加的是人，产品做大了，用户多了，业务变复杂了，这个就需要招更多的人。但 AI 不是， AI 的这一轮首先暴涨的不是人力的成本，而是资本开支，机房、GPU、网络、电力、存储，整个数据中心的体系。
也就是说 AI 的热潮越往前走 ，infra 公司前面的压力就越大，你必须继续往里边砸钱，否则你就会掉队。可问题是，钱它不是无限的，当资本开支急剧上升的时候，公司呢就必须在财务的结构里边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有上升就必然有下降。而在这个时候呢，什么成本最容易动呢？机房、显卡肯定是不能动的，那什么能动呢？人。于是呢，一个非常直接也非常残酷的选择就出现了，用人力成本去换算力成本。这个就是为什么一家公司一边在疯狂的建设 AI 的基础设施，一边呢却在裁员。不是因为它不需要未来，恰恰是因为它太想要未来了，所以它必须先压缩今天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而这个最容易被压缩的部分，往往就是那些最容易被 AI 替换掉的岗位。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前面去讲 AWS OnCall 的那段经历，其实不是在怀旧，而在说明过去高度依赖人的经验反映流程协调的工作，今天呢正在变成公司最先想要交给系统、交给自动化、交给 AI 的那一部分。所以问题不是这些工作有没有价值，问题是在今天这个财务逻辑下面，它是不是已经开始更像可优化的成本？如果要真正理解今天 AI 发展的趋势呢，我们还得往上再看一层。AI 时代的价值到底集中在哪里呢？过去的软件行业价值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应用层、平台层、中间层、底层基础设施，每一层它都有自己的差异化的能力，也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定价权。但到了这一轮的 AI 周期，这个结构呢正在发生变化， AI 的红利正在从分散走向集中。粗暴一点来讲，今天的 AI 时代最核心的价值可以分成两大块。第一块是生成 token 的能力，也就是模型本身，谁能生成智能，谁能定义能力的边界。另外一块呢是消耗 token 的能力，也就是谁拥有客户，谁就能让用户不断的使用，不断的去调用，不断的付费。说的更直接一点， AI 的红利正在集中到模型还有 token 上边。掌握模型能力的公司可以定义产品是什么，价格怎么定，能力怎么卖。掌握用户入口的平台可以通过 token 的持续消耗拿到稳定的收入。那传统的 infrastructure 呢，它依然非常重要，没有它整个系统你都跑不起来，但它越来越像电力，像带宽，越来越像公路还有水泥，它必不可少，但它越来越难决定价格。这个就是今天最关键的一个变化，越接近 token 的生成和消耗，利润空间就会越大，越远离 token， 竞争呢就越来越趋向于成本的压缩。换句话说，谁掌握了 token， 谁就掌握了定价权，谁远离了 token， 那么你就只能卷成本。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再看 Oracle、亚马逊、微软这些 infrastructure 相关的公司，你就会明白了，他们一边重金投资 AI 的建设，一边又在砍人。他们其实是在干什么呢？降本增效。在这些公司里边，他们的很多岗位承担的是支持 AI 的角色，像数据存储、调度资源、提供运行的环境，这些工作都非常重要，但他们更接近于支撑，而不是定价。一旦技术开始从非标准走向标准化，再从标准化走向自动化，人力需求自然而然就会下降。因为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大量的工程师和运维当然是必须的，系统太复杂了，没有人盯着，这个是不行的。但一旦模型的能力变得更强了，自动化工具普及，平台能力增强，原本需要更多人完成的工作就开始被系统逐渐的给取代了。所以裁员在这里并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它更像是一种产业的逻辑。当公司既要降成本，又要继续压住 AI， 裁人几乎就会变成必然的选项。因为人它是一个可持续的成本，算力它只是前期投入。而在 AI 的时代，资本市场更愿意相信后者。讲到这里呢，今天的这期视频我真正想说的其实不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这个问题太浅了。真正应该问的是，在 AI 这场价值重新分配里边，
你所在的位置到底是在用 AI 省钱，还是在用 AI 去赚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对于一部分公司来说， AI 是拿来省钱的，它的意义是减少人力，优化流程，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在这种公司里边，很多支撑型的岗位、流程型的岗位、维护型的岗位就会越来越危险，因为他们的价值越来越难形成溢价。但对另外一部分公司来说， AI 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提速，为了让同一支团队在更短的时间里边做出原本几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反而被放大了。所以未来岗位的分化呢，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大致上工作会分成3类。第一类呢，直接创造能力，比如说模型、算法、agent。第二类，放大能力并把它变成产品，比如说应用层、产品层、用户的场景。第3类是提供支持与基础设施，比如说系统工具、运维流程。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增强，第3类工作的可替代性会越来越高。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要，只是意味着它会越来越难的被市场当成最值钱的那部分来评估。所以对从业者来说，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我有没有技术能力，而是我离 AI 的价值核心到底有多近。决定你稳定性的不只是能力，而是你在这条价值链上的位置。岗位与价值创造之间的一个距离会越来越直接的决定你的安全感，也决定你的发展空间。所以最后呢，我想把这期视频收在一句话上： AI 不会平均的奖励所有的人，它会先奖励那些更接近价值核心的人，再淘汰那些只是在支撑旧系统运转的人。在 AI 的时代呢，真正决定你命运的不是你会不会用 AI， 而是你做的事情到底是让公司用 AI 省钱，还是用 AI 去赚钱。前者呢，正在被快速的给替代掉，后者正在被疯狂追捧。你现在的位置离价值的核心到底有多远，决定你会不会成为被蒸馏的 token。 好的，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并订阅频道，也欢迎加入我们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